刘老师跟我说，为什么变绣没有进入到四大名绣？我相信很多在场的观众也很想了解一下。对，应该大家都知道四大名绣是啥吧？知道不知道？四大名绣：苏绣、越绣、湘绣、水绣，对吧？变绣为啥不是四大名绣？文化底蕴又那么深厚，在北宋都那么辉煌了，为啥没有？这是说到这个故事，就是说在清代的时候，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它是有很多人去参展，而且评奖。那一届的博览会，苏绣去了，湘绣去了，水绣、越绣、变绣都去了，变绣没有得奖，为啥呢？变绣拿的都是规格绣，因为北宋南迁以后，宫廷绣就慢慢的移到南方去了，民间传下来的大多数是与实用品、生活用品相关的刺绣，它才能流传下来。所以说，拿去的规格ผ้、丝巾，然后香囊，都是一些小的东西，在里面放的是布漆啊。你像咱们潮绣13行，广东的13行多有名啊，对不对？那个时候出口啊啥的，而且大件作品特别多。我毕业论文写潮绣的时候，我到潮州去，那个大老爷服、大夫人服、二夫人的那龙袍，那多打脸啊，是吧？视觉冲击力极强。所以说，包括那些祠堂、庙宇里面那些幔帐啊、桌围啊，都是大件作品。包括咱们的游神会打的那些幡啊、横幅啊，刺绣出来的东西都是大件。所以说，大件呢，肯定首先是引人入目的，包括苏绣啊、其他绣种拿的都是大件作品。所以说，四个绣种或者拿变绣，因为东西太小，但是很精美，因为没关注到，我们就对跟这个四大名绣、五大名绣失之交臂。但是呢，在1982年百花奖的评比当中，5个绣种获奖，所以说民间又有人传五大名绣，其中这些不是政府评定的，是民间传说的。再加上各地域的经济条件不一样，对吧？宣传力度不一样。开封从都城变成省城，又变成地区专属，再变成开封市，现在又要跟正面融合了。大家都说又要变成区了。从国际大都市比伦敦还要辉煌的国际大都市，现在变成了一个4线城市。这些经济，你说影响不影响？都是受影响。但是好在还有我们这些真正爱刺绣的人，这些手艺人还在坚守，还在做着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相信将来会好的，因为我们的根脉是宋代艺术，我们受到的这种的滋养还在，我们将来会把它发扬光大。姚老师，那变绣其实有3大流派啊，有宫廷绣，有这个规格绣，然后还有文人绣。那您觉得，比如说我们民间啊，现在来讲的话，变绣的主要特征是，更倾向于哪一个流派，还是一种融合呢？现在相对来说，全国刺绣都出现了一种同质化现象，同质化而且很严重。就是说跟经济有关系吧。有一些地方呢做的是商品的刺绣，拿到全国各地去，挂上哪里的牌子就是哪里的绣。这个咱们黄大师也是知道的。这种情况有，保持特色、保持最好的就是潮绣，因为它的盘筋垫高立体，包括黄大师的珠绣，都是跟别人不一样的。然后呢，变绣呢，包括上海的布绣。布绣大师说，我们布绣的根是宋代的刺绣，是变绣这一块。但是呢，你看苏绣，在81年的时候，我在开封工艺美术研究所，我们是81年下半年研制出来的双面3艺绣。大家知道双面绣，
知不知道双面3艺绣？双面2艺绣就是同一个图案，这边和那边颜色不一样，一个小猫，这边是黄猫，这边是灰色的猫。3艺绣呢，可能这边是个猫，那边就是个狗，颜色就不一样。还有双面全艺绣，两边的形不一样，色不一样，针法也不一样，这叫全艺绣。我们81年的时候，我们研究所研究出来的双面3艺绣是林黛玉比较好用，这边是林黛玉，这边是林黛玉。其实苏绣研究出来的比我们几个月早了几个月，都是经过1年多的时间做出来的一件双面3艺绣的作品。但是呢，苏绣把双面绣它发扬光大了，所以说双面绣那些动物啊，小猫、小狗、小金鱼，这是苏绣的题材特色。双面绣是它的特色，形成了就说双面绣哪里的好，苏绣的好，对吧？但是变绣呢，我们走的方向还是沿着《清明上河图》的方向在走，收藏类的东西比较多。现在就是前几十年主要在收藏类的东西，现在越来越多的跟生活是有关的，包括服装，包括包啊，有时尚化的演绎了。对，你刚才提到上海的布绣，其实也是从宋代美学里汲取的这个灵感等等啊。那如果把时间倒推回到宋代，那个时候的变绣是什么样的风华呢？宋代的时候，在宫廷里面没有建立文绣院的时候，大相国寺旁边就有一条街叫绣巷，就叫绣巷，里面有很多尼姑啊，还有老百姓在做的刺绣，在那儿交易，在那儿去售卖。宫廷的用绣就从那里面去选。后来因为用量大，张康伯提出来说要建立一个文绣院，宋徽宗就同意了。建了这样一个文绣院以后，由宫廷翰林院的画师来指导他们，比如说给他们画绣稿，指导他们怎么去配线、套色。他就这样一个开始，那就不一样了。它的艺术高度，你看刚才我跟大家读的那个明代的齐商和屠龙的那些评论，是称赞是相当高的，是不是？那达到比画还要更好了。所以说，是那个时候奠定这样一个基础，就是在翰林院里面也建立一个刺绣服装和学校，绣学，那也是咱们中国建立的第一所绣学。为啥说现在开封职业学院建这个，我就觉得中间其实老早就该建，因为经济的发展不行，慢慢的一下子不说是堕落吧，滞缓了那么多。现在我们这个学校这些领导特别关注两宋文化的这样教育，所以说以两宋文化为主线进行教学的这样一个所学校，我们的变绣在里面以前这个概念，将来以后说宋代的这种艺术特色，在我们这里会越来越多的彰显。是从贡品到商品，那从这个雅到俗，但是俗不是那个低俗，是风俗，风俗更是一种民间化的演绎。这个过程你是经历了几个阶段的变化？从中间的记载现在还找不到文献，就是说，但是从民国的时候，很多家庭，比如说桌子上的那个周围啊啥的，都有织品都有存在。民间更多了，像我们从小穿的古中鞋、古服啊，那种裤兜啊，那5月高考的时候，大家都要带那个黄色的裤兜、红色的五毒，都是绣在上面的。这些都是用在这个阶段比较漫长，比较漫长。到了1954年，开封成立了第一个的刺绣小组，然后后来到了58年变成开封变绣厂。编厂以后就做了那个清明上河图。它是一家独秀啊，那是变绣厂很多年，一直到了80年才建立了开封市工艺美术研究所。对，在这之前几年有一个变绣厂退休的过去的副厂长，他建立了自己的一个绣厂，绣花绣，王福花老师。
等于第二家私人的收藏。然后工艺美术研究所80年建了以后，它是10月份建立的，我是10月份考进去的。然后到了82年以后，慢慢的私家的工坊啊，或者是商店呀、就慢慢越来越多了。就是说，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是变绣发展最好的时候。像我身边的绣工都有300多个，那时候是非常好。我是2001年从研究所内退的，因为单位体制的改革，用不着我们这个搞设计啊，是用不着那么多人。45岁以上就要内退，我刚好45岁。45岁呢，我当时高级职称河南省工艺美术大学刚提过，工资还没兑现，就让内退了。内退以后，我就想，也是坏事也是好事，我就和我妹妹一起建立了翡翠庄园，租了国达电机厂的厂房。那时候人最多的时候才会30，那时候挺好的。但是到了2006年，改革开放以后，这边深圳啊，包括上海啊、苏州啊，大量的要用工人了。我的那些徒弟们跟我去学的时候14岁、15岁，都是小姑娘，初中毕业不上了嘛，就跟我去学手艺。但是经不起那个时候外面的诱惑，我要出去走一走，我要到外面看一看。而且南方的工资相对来说高一点，就一夜之间，我就剩了10几个徒弟，一下走了，就是先走几个，一个电话就能带走一大波，就这样。也是2006年的11月份，就剩那么几个。后来我是2007年应国务院的邀请到北戴河去休养，然后给国务院办公楼画画。那年我就说刺绣不行了，工人都跑了，我的画画瘾又勾上来了，那就画。08年我就去考到北京大学中彩画考研班，就是住在教室画了1年的画。然后真的是画完以后就考虑了，这个刺绣是放不下的呀，就想着怎么去做画绣结合的事情。接着又回到开封，把我自己的工作室重新组建起来，在798还待了一段时间，就是说我只能去798，在那里待一段时间。回来以后，工作室建起来以后，又做了一些作品，然后就想刺绣这一块还是要继续发展，要做精品。这之后黄大师都知道，参加全国好多学术活动啊，参加一些展览去评比，得了好多金奖，你看得了20多个，然后就肯定受到鼓励，那劲儿就更足了，也放不下，本来就喜欢嘛。所以说，2013年听到中国艺术研究院要招收刺绣研究生，当时可高兴了。那你之前想读研究生没那机会，现在又是自己喜欢的事儿，就去考吧，一考就考上了。这个阶段呢，回来以后就又开始继续研发精品的同时，我在写书。另外，开封职业学院建了这个专业以后，我现在在写教材，因为全国黄大师咱们这个刺绣教材太少了，太少了。就是有一些刺绣方面的书都是皮毛，不系统化，所以说我们现在在做这个事情。这个事情将来以后，相信变绣它会就是有理有据，有根有梢的，有内容的，循序渐进的发展。这个我们是很有信心。是，您刚才提到一直在钻研这个绣和画的融合哈。那同时您刚才也提到了，在这个以前曾经临摹《清明上河图》有70-80遍。您觉得这个绘画和刺绣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您的这个研究融合的方法，到现在如今阶段有没有一些理论上的一些成果？绘画和刺绣的关系，用我们的王少卿大师的话说，画画呢，永远是要指导刺绣的，就是画家，
绣工永远要听画家的话，要在画家的指导下去进行创作，进行绣制，哪怕是给你一个稿子，你要不在画家的指导下，你做出来的东西肯定是差很多。这个是我们在研究所一直是这样。至于创新嘛，现在除了现在就像面前这个画绣结合的，这个虞美人呢是画的，这个绿色的就是孔雀石宝石颜料，这个蜜蜂呢是绣的，而且是双面画加双面绣，这是我研究的一个小成果。但是现在还没有去更多的，还没形成大量的，还在往精上走。刚才有一幅画荷花的，大家看不太清楚，蜻蜓是绣的，荷花是画的。那个中央电视台中国绣娘摄制组去拍的时候，有一很高的评价，就是那种感觉。我一直在遵循的就是宋代艺术的那种精髓，要礼，要静，要雅，就是这样一个。还有我的所有的作品名字大部分会有一个清字，追求的是线，就像我的线匠里面，线求精，心求清，要清。就想着把自己的风格以后还要继续发扬，做一些清雅的东西，然后做一些精美的东西，然后把针法这一块研究继续。我都研究了10多年了，做了很多的针法标本，还要继续。将来以后留给后人这样一看这一块系列的东西，就是看到从中很直接的就能学到，这是一个长期的任务。清雅不失华丽哈。您刚才提到这个刺绣要听画的、绘画的，那你又会绘画又刺绣的话，怎么去听自己的声音呢？这个自己的声音很好听的，因为自己画的、自己绣的，这个一般不清楚。你看我说我把这个痛苦纠结交给绘画，因为画画的时候会痛苦不纠结，但是画好了会很享受。因为创作的过程从写生，我都是去写生的从写生到把它变成一幅画，去给它设色，这个过程很痛苦，很纠结。整个过程是在反复的推翻、反复的比较，就这样一个过程建立。但是你的画一旦画好了，你再去绣的时候，我说我把享受交给刺绣。刺绣是很享受的，因为我画已经画好了，我怎么去到时候就按照我的画去。当然了，这个过程当中也有改变。我绣着绣着，可能觉得当初画的这边用丝线的语言去阐释它的时候有所欠缺，我会及时去改。但是你是个画家，你又是一个刺绣的，那这个改是遵从自己内心就好了。是的，其实苗老师您在表达的时候，注意到台下有一位男士一直在记录着什么哈。就咱们穿黑色毛衣的这位男士哈，他好认真，一直在记笔记。您有没有什么特别想知道的？问问苗老师，或者您刚才记录的是什么？可以给我们看一下吗？老师你好，就是我跟开封还是有关联的。我之前在20多年前在开封上学的，我前年还去了开封，就是开大的对，后来又在其他地方又上学了。就是刚才老师说的那个绘画跟就是我随便给谈一下我的这个感受啊，就是我就是听的时候也把一些重点记了一下，我回去还会消化一下。就是我刚才老师说的这个绘画跟刺绣，老师两门艺术都会，都是学得非常精通了。这两个相辅相成，是不是就像更加会有原创性？对于刺绣来说，就是有自己会画，然后自己在绣，就是我认为它是更加具有原创性。我们原创的创新的东西可能会更多。如果说不会画，只会绣的话，就是绣的是别人的作品我是这么理解的。谢谢老师。是的，你说的这个问题说的特别好，因为在我们中国刺绣界，我当时知道的有一个很头疼的问题，就是知识产权问题，很多都是拿人主义，很多是拿别人的本子在绣，原创的很少，不是没有，是很少。因为
能画能绣能设计的人，在整个刺绣队伍里面是很欠缺的。所以说，为啥我们现在培养学生，要求他们要会画，要会写生，会创作，就是要提高这个原创性，让他具备这样的一个能力。这个之前刺绣专晚会开会多次提到知识产权问题，刺绣界是个重灾区。就是说，好多稿子是没经人家同意就绣出来的。你说这问题真的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对，这是大家都要重视、要关注的一个问题。咱们广州参与一个画家的这个，是我们相应的一个刺绣的回用了，用来以后就应该跟他打关系。最后是我找我不用我画上他拿来我去接拿去说有一些他们好的东西，就很多人他只知道这个画好看，我就拿来去绣，他不知道人家画家创作这幅画付出了多少心血。而且从过去手艺人嘛，文化水平高的过去啊，说过去说到现在，文化水平高的有点少，就是好多上学上不下去的，或者家庭很穷的，去学个手艺吧，是不是？所以现在为啥主张在大学在职业学院建这样东西，让孩子们受到相应高度的文化教育的同时去学手艺，那肯定将来可以。也许他们拿人家的稿子，你给他的都不会用，他自己会画，是不是？这样你说的是这个，真的是这个行业的一个大问题，也在慢慢的在纠正的。谢谢老师，谢谢你。刘老师哈，那还有一个问题，比如说现在年轻人呢，都特别的文化自信回归了，他们非常热爱宋代的美学，包括宋代的插花呀、宋代的绘画呀，包括刺绣。你觉得宋代美学在这些方面有哪些精神性的互通？其实它互通的东西还是那个字雅，追求的是一种静寂，是一种雅，它不张扬，把所有的东西它很安静的呈现，就这种安静，不像唐代那种很热烈、很张扬，你就静静的，你寻求这种雅，寻求这种清，你出来的东西就具备了宋代美学的精神内核。我觉得这一点比较重要。跟那个徽宗的审美也有一些志趣相通的东西。对呀，因为我们从小是耳濡目染，受到的是潜移默化的东西。开封现在你看城市不大，经济也不行，但是我们的文人墨客很多。我们是书法名城，是成语名城，就是说画家一大堆一大堆的，小孩们从小学会画，这些都学书法。就像我现在今年70了，我还在学书法，真的。后来就是我们艺术研究院李祖教授当开封去，他说来到开封感受，哎呀，有一股清流。我觉得这是我们后人受到宋代艺术的潜移默化形成的这样一种给人的这种感觉，我觉得也是我们的，也是挺庆幸能让人感受到这样一股清流的感觉。苗老师被称为是斜杠大师啊，刚才您也提到了，其实除了刺绣啊，还有重彩画大师啊，还有摄影、人文纪录片，甚至还有太极呀、等等等等啊。没有太极没坚持下来，纪录片也没有，不能说纪录片，我跟着我老师学纪实摄影作品，我在全国得了好多奖，这是我们老师教的好。怎么这么斜杠啊？身兼多职，而且每样做的都不错。那也没有不错，就是这几样哪一样东西真正的让我真正的好。其实黄老师知道，在2016年有一个中国工艺术学术论坛，在北京双年展的时候期间开，它的题目是谈经典的力量。这个事情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当时呢是要求我发言的，每个发言要求你8分钟，提前准备好稿子，我就拒绝了，我说我不够资格，我
我说我不说了，我跟国艺美术馆馆长，包括艺术学院老师们都说，我说我不发言。结果不知道咋回事，到念名字的时候说下一个描绘准备，我就慌了，我也没写稿子，那咋办啊？然后，但是都念到你了，当时是咱们黄宝庆大师主持，就是福建的那个石雕大师。他主持一喊我名字，我不去也不行啊，那会儿媒体啊啥的都在。我说我今天坐在这里，让我来说有点不会，我不够资格。因为啥？因为我到现在，我做刺绣、绘画几十年了，我没有一件让我自己真正满意的作品，更别说经典。我说，但是我跟大家分享2个小故事，一个是1999年，我们所长王浩鑫带着我们去苏州考察，那是我第一次在苏州考察，去看苏州的刺绣。之前我是有时候去绣，有时候去画，在研究所。活多的时候我去绣，活完了我就过来画。这样我一直认为在研究所都是我指导他们去怎么去用线，怎么去配色，怎么用什么针法。我觉得我是个技术骨干，我自己很满足。然后结果到了苏州一看，看了王丽华的正在绣法国总统夫妇，看了姚建平的，看了刘福英的，我就被震撼到。我说他们手艺怎么这么好，而且他们刺绣一条街好多工作室，我第一次开了眼。等我们走的时候，但是那就是开了眼而已啊，就是说到了最后一天，所长带我们到左正园狮子林的路上情况好，说你们也来苏州一趟啊，我们4个人一起。结果走在那个9曲回廊的那头，我说那头有刺绣，他们就说这么远你咋可能看到？我说那气场不一样，我感觉就是个刺绣。结果我们就走过去认证，一看确实是刺绣，是任伯年的群线入手图绣出来的。当时我一看那刺绣，我现在说着身上都发麻，真的发麻。就说一看那个丝理顺线的讲究，那个套色针法的运用，哎呀，那种精美的极致，我是觉得没见过那么好的。如果说在正步一条街看到那么多刺绣，已经让我震撼了。这件事触及我灵魂，我就着急的去到右下方去找作者，一看李伯英，苏绣大师李伯英，我就把这个名字记住了。我觉得这是经典的作品。然后再说就是2012年我在保利拍卖预展上，我每次去看他的预展，那里面有老刺绣张信哲的老刺绣收藏预展也在那儿。看完刺绣一看绘画的预展，有一幅泥金画，在深蓝色的粉纸上用泥金画的《华严经》故事，里面的人就这么高，不到半寸，山水楼阁花鸟鱼虫，那么小。在这之前我说我认为我从小画画，我临摹了大量的芥子园，我的线条是大家公认的好。我考北京大学仲裁画高研班，我考的第1名。我的线条满分。考研究所的时候，我的线条满分。我就觉得我一直以为我的线描，我的头线和线描5次好的，但是就在那一刻，我自叹不如了。真的，那个泥金上面去画画是不能拷贝的，大家知道，有会画画的朋友应该知道。如果是宣纸上画画，下面底稿蒙上去，下面的透光的灯能描上去。但是泥金的这个粉纸呢，深蓝色的粉纸是不透光的，那你怎么往上画？你草稿起好了，怎么往上画？那肯定是要徒手勾的。你知道那些人的造型，那些面部的表情丰富的，人的肢体结构的比例，那种好的让你没办法说不好，太好了。那种线条的运动，哪怕一条很短的线，那种力道，它是徒手画的，它没有稿子啊。
然后这个时候我还是习惯性的跑到右边去找名字，我说这是哪个朝代谁画的？结果就在那一刻，真的，作者一名，年代不详。这个时候真的我受到教育了。在这之前，我认为手艺人为生田立的，为身后名的，还有生田名利都要的，对吧？我一直把我界定在第二的为身后名的。我说我生田不要立，我只要身后有一个哪个时代还有描绘，比如说留下了什么样的好作品，我一直是奔着这个目标做的。但是就在那一刻，我受到教育了，生前力如何，身后名又如何呀？一切都没有你的作品本身给人带来的教化作用感，带来的震动，带来的感动来的实在。所以说，我就说，啥是经典？我认为这就是经典的力量。想问您哈，您曾经发起过1010元共同献礼。这个是去年咱们世界反法西斯和咱们的抗战胜利80周年的纪念，咱们9月3号的纪念日是在端午的时候，端午节的时候，因为我的工作是在开封市博物馆里面。博物馆的搞宣传的人找我去商量，说咱们搞个活动，1个小时的活动，让观众来体验，绣一个端午的东西。然后接下来呢，可能再用1个半天时间，去搞一个抗战胜利80周年的主题，这样观众体验。当时他这么一说，我说我有个想法，就想，就用这几个月的时间，大概那时候应该是3、4个月，这几个月的时间，我搞一个众人参绣的这样一个纪念抗战80周年胜利的这样一个体验活动。所有的来这里参观的人，游客们，博物馆游客很多，让他们都亲手来绣一下。这个我就画了一个稿子，也是从网上找到一个有那些英雄们，有长城，我后来稍微改了一下，我后来联系那个作者联系不到，因为没有线索。然后我就想着，反正这是一个正能量的事情嘛，就把它绣起来，画到针丝卷上。开始绣的时候，我就在想用什么样的针法。大家的参与肯定是热情很高，但是都不会绣啊，怎么办？来一个快捷的办法，山用乱针绣，乱针绣，大家也乱不好啊。我就想绣五角星，每个人都会绣五角星，你会画五角星就会绣五角星，你按照你绘画的笔顺来去走这个线就够了。我们在那儿教，一学就会。所以说整个山石全是用五角星堆起来的，也赋予了这幅作品有一个红色的主题意义。所以说在9月3号的时候，我们搞了个捐赠仪式，这个画3米多，就是这么高。因为之前我没想到跟大家分享这个，要知道拿来那个图片给大家看看，回头吧我发给你们主持人，然后给大家分享。结果是一共参与的人数是1010个人，上有70多岁的，下有3岁的，这个在社会上反响很好。最后装裱起来，而且品质也不差，因为他们乱针绣绣着，我们开封职业学院编绣社团的同学及时的调整了，哪里绣的太乱了，我们来及时的补充一些我们的绣加上去。最后开封博物馆收藏了，这是我们作为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的一种献礼吧。前面还加了一个国务院颁布的一个纪念抗战胜利80年的一个统一的标志，也把它绣出来了。现在这个作品在开封博物馆收藏了。大家有空可以去开封博物馆去欣赏袁老师的大作。我们再聊一下这次袁老师带过来展厅的几部作品，比如说我们后面的2幅，应该是花、青秋。
好好听的名字。这是我在开封龙庭公园写生创作的原创作品。然后这菊花呢，就用最简单的简笔把它画出来，用水墨的方式把它绣出来，用线是一丝1/16一根线，然后把它绣。追求的宋代的那种美学，要简要清雅。这一套作品是9幅，其实是围起来的，中间是一个林黛玉的咏菊那个诗词。因为这次来吧，没地方放那么多，拿来了其中2幅。那是否变绣的一个特征就是要用比普通丝线要细很多倍？比如说您刚才提到了《清明上河图》也用了1/16和1/8的丝线。也不是，要根据对象来合理的用线的粗细、针脚的长短，丝里呈现的这种考究。比如说我们要绣细的东西，就用1丝线绣。那如果说我要绣一个很苍老的树干，那可能会用1/2、1/4，它这样才能诠释出来它那个树干的苍老那种质感。在走廊上还看到了苗老师带来的美人计系列有2幅。对，那2幅作品呢，大家仔细去看呢，我是通过苗老师的讲解才看到了一个细节。当美人的脸上并不是纯白无瑕，或者是简单的给它上个色，而是用到了一些大家想也没有想到的色块的纱线去刺绣。这就是变绣的一个特色。我们看到很多绣人物的用那种粉嫩的粉红色的线去绣脸。我选的颜色，如果把这个皮肤色单拎出来放在这个白布上面，它是灰的、脏脏的感觉。我去买线配线的时候，那个说你用这个线做啥？我说做皮肤。他说那这个肯定不行。他不知道，因为我这个绣之前，我先画完这个底子，这个灰色深灰色的底子是用纯墨染了好多遍，就像刚才说的，去薄薄的染了好几10遍，达到那样一个灰度。在这个灰度之上去绣这个皮肤的话，你如果用那种很纯净的粉红色去绣，那就太突兀了，它融不进去，跟背景融不进去。我追求的是前面的主题和背景是要连在一起的，追求的是这样的一个效果。所以说变绣就是要内敛、沉稳，但是又不失它的雅致。又它那个皮肤颜色，谁也不会说它不娇嫩，它还是娇嫩。是的，稍后大家可以去仔细端详一下非常细节化的表达苗老师，您的工作室叫象线。现象，现象怎么去理解这2个字呢？我把做艺术、做手艺，把这个做人都归结在这2个字，就是现象、画线、绣线、直线、曲线，理之左右，是要符合道理的。绣像、意象、具象、抽象，心所审视。你这就是用心来去做的，就是中间是这个画求清，心技求精，心求清，理现象，通世事，道之人，事之成。这是我的一个做人的，我的一个理念，做事做人的一个理念。这个真好，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工作室吗？我的工作室最早就刚才说到2001年，我从工艺美术研究所内退以后，跟我妹妹一起建立了变绣庄园。这个期间大概有6年。07年去完北戴河画画以后，08年我就去进修了。进修完了，09年我大女儿当时在上海的一家创意设计公司工作，因为工作也是不太顺利嘛，她就到北京去了。到北京去和我的干女儿一起，在北京758开了画廊，让我在那儿陪她1年。那个时候呢，
结果1年女儿不让我走，因为2个女孩不知道啊，进到798才知道里面水多深啊，那里面挺复杂的，我也是放心上在那里待住3年。在3年这期间呢，我想我不能闲着哈，他们做他们的画廊，我呢就把自己的工作室就起了一个线下，那时候注册了一个商标，挂在那门口，就叫线下艺术。线下艺术呢，然后我就开始研究这个画绣结合的东西，也做了一些刺绣作品。那期间没少出活，天天2个女儿在楼下，我在楼上就里面头就刚好。到了2012年，然后我回到开封，又把开封的线下艺术工作室建起来，把我之前培养的徒弟又叫回来了10几个，这又开始就是研究啊、创作呀。到2013年知道研究生要招生了，我又去考，14年入学又读了2年，读了2年，16年毕业以后，就是工作室这种状态就不满足了，觉得我要搞一些研究，又把它升级为线上艺术研究院，现在就在线上艺术研究院，系统的在研究一些征考呀，搞一些就是记忆的总结啊，包括一些技能的培训啊。从2024年的2月份被入职到开封美业学院，现在我的工作室也还在就是配合着学校的一些讲课，有的时候人手不够了，会把我徒弟都拉过去，就是一起来帮着教学，这样作为一个学校的一个辅助。反正是既然做到这份上了，还是要坚持，好好做，把学校这个人才培养这块就更多的大师系大师哈，今天苗老师其实 Q 了黄大师好多次。那黄大师有没有什么想要跟苗老师去表达的，或者是询问的？刘老师，我平常是都叫他姐姐。